很多同学想看一款柔和细腻的短发整个裁剪过程，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整个施发结构的构成，时间较长，干货内容较多，请大家耐心认真观看。从第一天开始，微微把头往反方向去歪一点。那我在直播的时候讲过，后区剪这个堆积，当你的角度低于45度的时候，得到的结果是什么呢？会不会有硬线？角度低于45度会不会有硬线？肯定会有硬线。所以在后面剪堆积的时候，我们记住不可以低于45度来去裁剪。第二天开始微微画斜线，然后这个线呢越来越斜。这里就讲了一个手的关系，我们的手要跟这个划分线是平行的，提高的角度不低于45度，不是把头发拼命向后带。不管是有旋的发际线，还是往后倒长的，还是这样不是贴的发际线，这个关系都不大。你只需要考虑每片是对应那个划分线的剪，然后越剪越斜，同时呢越到旁边手越歪，头越歪，这样呢剪完之后这里会比较贴住。那下去如果这里都给你剪贴住了，那么第一个不容易出现的错误就是你的外线会得到一个好的保障，不是在这里把它拼命往后带就可以了，不是往后带，是你需要手跟着它走。剪完的落点呢，要参照客户的五官，你是对着下颚线来剪，还是对着嘴巴来剪，都可以。但剪完之后，后面不可以出现很明显堆积的痕迹。到了转角线这里定，手往里面来。如果你怕剪缺或者怕剪错，这3天剪呢，这个外线是往上走，是不是？你不要剪完之后外线是平的，其实这个时候从这里就可以分不同年龄的设计师剪完的外线是不一样的。年龄越大的发型师剪完的外线是这样的，中间会短一点，两边会长一点。这个就是以前学3线学多了，就会变成这种感觉。如果遇到这里，比如说有些发际线是这样的，我们很厉害是吧？这里不要提拉了，你这样剪完之后就可以了，这样的外线就可以得到一个比较舒服的一个线条。不要让这里有缺口、有堆积特别重，然后你就离开了。你必须要做到从这个侧面去看，它是往上走。现在让它头抬起来就是往上走，看到吧？在头自然垂落的情况下，就是不是刻意低头啊，自然低头的情况下，你剪这个平线，当它头抬起来就刚刚好是上仰15度。有的人讲到了这个斜线太大了，就没那种感觉。基本上你所设定的长度就是在下巴和嘴巴之间。最后一片盖起来，梳的时候不可以这样。你们下巴很多人会剪缺，就是因为梳头发不注意，容易把这个边缘头发梳到上面来，你这时候一刀下去就一定会短。而且在头低的情况下呢，正常这样平行的这样梳，然后你是剪不到外线，这里是剪不到的，就梳下去这里是长度不会动，厚度会拉掉。另外你已经剪好了，我们可以把这边的长度来都已经设定好。在设定长度的时候，你可以比另外一边长一点点都可以的，这样会比较安全。从这边开始，人不可以站在后面。如果你想把这边剪对称，人不可以站在后面。在梳头发的过程当中，把上面这里的角度梳起来，透了。我们的手千万不要去压头发啊，再把底下那个梳起来，你是剪不到外线的。千万不要人站在后面，站在后面就会有一个人的习惯，这样。这就是为什么大家剪头发这边总是有一个这样的力量往外这样。在你的中短发上面，是不是这种情况特别容易出现？为啥？就是因为你给了它力量。所以人不要站在这个后面，还要把头向这边去歪，不能向前低，这是一个习惯性的问题。越到旁边我们划分线越斜，这个外线这里是剪不到的，你只要根据另外一边的导线切口去剪就可以了。然后呢，每剪一片就动一下凳子。那么到最外面这一片的时候也是一样，你不要把它翻着梳出来，正常这样平行往下梳，这样平行往下梳，定在转角线，这个时候你是剪不到的外线，你看到这个切口，外线在这里是不是这样？这样就不会动到这个外线长度，你是把外线上方的厚度剪掉，这样。从后面去看，两边的厚薄依然是很对称的。你不要出现一看哪里的阴影比较重。如果你一看这个哪里的阴影比较重，说明就哪个地方会比较厚和薄。然后再把这个睡的，这样后去就好了。在客人头现在前期的情况下，它是一个微微一点弧线。很多做了很多年的设计师，他在后面剪久了之后，他只看到这里的圆，他根本看不到侧面的。所以当客人头一抬起来，他是这样的。如果出现一个短发出现前、长、后、短，就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剪的发型特别倾向于经典，就三角堆积的经典，很有斜度。那斜度越斜的时候，它不是以柔和度为主的。当你剪出一个斜的这种线条的时候，你再怎么柔和也没有用，它的印象就不是原美。到了第二点，根据第一层的角度直接往上去剪。那么第二层的角度我们要略微去做提升，因为它的头型太扁了。那当然，这里它的发量也不够多。
所以如果你扣得太重，反而会贴。根据底下这个下这边这个切口，这样直的往上去延伸。为了保险起见，各位在裁剪的时候呢，先去把这个切口剪成往里面扣的这种切口，这是个直的，是直的。你千万不要剪成，很多设计师是会有这个习惯，他把角度拉得低，但是这个手夹成这样，这就偏向于去除的切口。所以很多时候，为什么你那个后头型的飞机剪完之后是塌下来的，不是拱起来的，就是因为你分配的时候拉的角度出现错误了。而对于它这个发力特别小的时候，这里留的很长，这里会很贴，所以我们必须把角度呢根据底下的长度呢做延伸往上去剪，让它这里呢得到一点饱满度。然后还要去看这层剪完之后，这里是不可以有印子的。如果有印子，说明我们今天剪的角度低了。在接近于45度以内的切口，越是接近于45度的切口，越会有堆积的痕迹。所以裁剪的时候要注意，根据不同的头型、发量、头的大小。你可以控制这里的角度在45度到60度之间，但不要高于75度都可以。如果它的发量比较多，我这里一定会再高一点，偏向于垂直划分。这个习惯性去这样剪发的人呢，他的头剪完之后就不会宽。没有这种习惯剪的时候呢，这里不是这样剪的啊，你就会还是偏向于剪什么？剪以往波波头一样，看，是不是？首先就会出现最容易出现什么结果呢？这个断层的。这一层很重的切，然后到了这里就有个脱节感觉，是不是？是的，这是最常见的一种情况。所以我们在划分线这里呢，垂直慢慢变斜，最大的斜度不要超过30度。这样我们就在纵向面上去裁剪这块头发。那这个时候放下来，这就很柔和，会很自然，是不是很流畅的感觉？对。只要你剪硬了，然后呢，最后一吹干以后，你会说我没去角，我没打薄，你根本不承认我没剪好，就是变成修头发的动作会多。到了转角线以外。把客人头向另外一边歪一点点之后，自然梳下来，往上剪。这里可以允许你有一点误差，这个误差在半指位以内，就是1指位左右都可以。比如你不小心今天把这里剪短了，会有这种情况是吧？1指位以内都可以接受。为什么呢？因为到后吹干之后，我们的外线会打柔，它会缩掉一点，它有这个容错的空间。但是你在裁剪的时候，你一定要有这个视觉。你现在做的每个面，会在吸引着不同的眼睛来看。越是年轻的设计师，有网络意识的这种设计师，他就会剪断，因为他知道呈现的面在哪里。外线看到吧，在这里。我最不可理解的就是你定了外线还把它干掉。比如说你可能切头剪高了，这里出现个问题，那你能不能有个心眼呢？比如万一你这个切头剪错了，但是这外线已经定好了，那眼睛可以看得出来，如果根据这个外线跟这个切头剪，外面肯定会短，是不是？如果遇到这种情况，你就要有个心眼，在梳的过程中，这里留1指位，不要梳起来，只剪这里，这样守住了底线。你们有底线没？最后一片带到转角线，不需要这样翻着往上梳啊，你把这个根部梳透，就自然这样梳下来，不能让这里的根往上梳，就自然梳下来就可以了。外线是碰不到的，这样去掉它的重量，保留它的长度。与此同时呢，这个外面一定是很干净的。只有达到这个长度，这个基础之上，我们去把发尾做一点柔和度，就的这尾它会特别的服帖。那就跟我发在群里面的图片是一样的。大概简单如何把自己的作品剪完之后，又有节奏感，又有这个柔和度。所以那个最早来学是，现在都已经要么都是在上课，要么教育量都已经剪得很高了。还有这个意识，真正是到了18年的时候，19年这个市场上，什么柔和的头发才开花的。普及率才慢慢高起来。反手边梳头发的方向和角度是很重要的。你只要记住这个划分线不超过30度，然后梳的时候这个根部是立起来的，看到这个导线剪，再梳起来，这上面一定要梳透，再剪，手缝不要顶住。如果出现剪完之后这个反手边比较重或者是比较厚，那么记住。把发片多分一下，把头多歪一点，就可以避免这个问题了。到了转角线，这个时候定，你怕剪切了可以从上往下剪，而到了转角线这里的时候呢，切口也会慢慢高起来。对于很多女生来说呢，其实也有一个方法，你这样先剪了这上半层，再来切这个外线也是可以的，这对你们说会比较安全啊。转角线以外，这个时候呢。把这外线往上剪，这样我们从侧面看就有一条弧线。有的人认为这款头发的结构越难剪，有的人认为是这款头发的最后的平衡感会越难把控。
这要看各位你们的功底在什么阶段，你看到的点就会不一样。不可以往上梳啊，只可以这样平行的往下梳。如果切口错了，你立马这个旁边你就不要梳到和点到，这样就没有问题了。如果你把这个地方梳上了，100%这一梳就会去掉，是不是？这样一梳下来，这就可以是斜的，慢慢这样上去了。这样我们整个后缺对吧？当你剪完这个缺的时候，这样拨动这个头发，现在是不是一个自然的弧度？没有纵横啊。同时从后面去看，有没有很明显的，特别是你们剪反手边会出现这种情况，是吧？是不是会出现这种这里很重？是。然后有的时候这里会上来。你剪均匀不会有这种情况，如果剪不均匀才会有这种情况。到最上面这一层就比较简单，这里黑板上也画了图了，只要都是用平切口剪都可以。这一层用宽尺梳，先跟底下这个切口这样连接。你不需要刻意留长，只有一种情况下，这个头发特别出力，这样一剪完，这里放下来就会有印子，因为这一层它是在45度了，因为头型是有偷度的，先低。这样我们同样是根据这个切口剪了一个直线，只不过是最表面这里呢，我不是用平切口。你看这一梳下来，这里就会有印子，然后不需要去往后带，你的位置提拉，根据这个导线来剪就可以了，很小的点点。到了转角线这里，如果你怕剪缺了，你可以先定在这个位置，关系不大。最后一片也剪不到了。这一剪完，我们从侧面看，就明显这里会有一个堆积的印子，会比较重。画的比较少，我是先这样做。如果画的但凡多一点，直接就可以提拉上来了。但这样做也是比较安全。我的手夹发片的手不是横向的。那为什么很多人你们剪刀表面会特别硬？因为你剪着到表面是干嘛呢？你就变成这样剪了，变成横着这样提拉，一定是纵向提拉。这样我们就把后面剪好了，这样明显就看到这里会有个重量线，先不要去管它。我们先从两边开始，先夹一半耳朵，把边角点以前的，这样是做什么呢？前后连接，是不是这样？所以我们以前教的版本都是这样，这样往上剪，然后呢，再去把这里梳下来，把多余的剪掉。那这一放下来，边角一定会长出的。然后呢，这里再分第二步，头发往后带，手放平，这个是不是长的地方？剪掉，剪完之后呢，画一个按照 C 型，连剪，再往这边画个 C 型，连剪，然后呢，梳下来之后，这个面看起来是这样子的，是不是这里会尖一点点？把这个留很尖，最后抹一点点就可以了，就可以把这尖的抹掉了，再一抹就变成这样的。然后上面还是用放射粉出来剪，来剪成这样就可以了。这是用剪刀剪，有一个好处，外线会比较干净。还有削的削就不一样啊，削的削是这样分，是把边缘的地方先分出来；剪刀剪是把下半区分出来，是把这个一半分到这个一半。你只要不反过嘴巴，平行头皮这样往前带，刀从侧面这里开始这样，你不要平着刮就好，这样平行向前带。然后你刚开始用这个的时候，可能会轻重不一样，就会遇到头发断的这个高低会不一样，一直削到这个位置。那这样削完之后，这里就很自然，对不对？然后再把这里往耳朵后面一夹，在真人的皮肤上，你不需要用这个什么手去拉头发，直接贴在这里就可以了，因为皮肤是有弹性的。但在公仔头上你必须这样抓起来这样画，真人皮肤上直接这样，那它有个保护齿，它中间有个钩刚好，然后呢再把这个一点点的长度给它划一下，如果遇到边角点比较低的，你可以直接这样划一下，那这个面就会来的比那个面要自然，一下就可以搞定。因为这里的长度已经有了，我只需要把这个刘海把这个边的地方划一划，它头发本来有少，这个划不到手，把这个特别硬的划掉就可以了。根据底下这个长度，像切西瓜一样带起来，把这个最尖锐的刚好磨掉一点。
把堆积的痕迹拿掉，再带到水平就可以了。跟着脱手，在这里会剪到前半头一点点，你只要把这个切口剪圆就好了，不需要往上面拉，拉到水平就好了，就拉到水平，顺便把底下刚刚剪过的切口都点一下，这个面就不会硬了。不需要去往哪一边靠，先低，把低的那些呢全部去叠一下，这就可以了。这样一剪完之后，后面这里呢，刚才一吹干，这里就包了，就包起来了。第一遍的结果会比较重要，因为当你也剪得不好，很容易犯一个错误，你可能把顶上剪高了，你们下午一定会有人把这个顶上层次剪高了。建议后顶的长度往后带，把这个切口剪得非常干净。刘海的长度已定好了，所以你把后顶这里剪圆了之后，这里的层次剪圆之后，把这个放上来，在前面往前面带，这里的头发掉下来。那底部的头发你既往前带了也往后带了，是不是中间这里会最长？这样就会有个圆弧度。那正因为这里是圆弧度的切口，所以放下的时候这里才会形成圆。那为什么很多时候你剪完的旁边会耷拉下来？就是因为你这个层次没剪对。然后每边除了第一遍，除了第一片之外，每片这边呢就每一个边分为3片，这片直接分到退化点，外线同样是往下掉，再来一片直接分到边角，不需要往中间靠，你根据这个切口来剪就好，然后要往下剪，剪到这个外线上方。这里要很注意啊，因为你可能后面剪的还可以，那就毁在了这一步。因为你层次一旦把顶上剪高了，这个头就不好看了。第3片直接到边这个耳后，不需要往中间靠啊，切口往内去剪。也会有人剪的这样的切口，所以外面就会毛躁，就会比较轻，看起来会比较薄。下午你们一定会有人剪完之后，前面和后面最后横向一拉出来，它是不连接的。一定会有人，而且不在少数。比如这里和这里一拉出来，你会出现明显的很多长度，这个长度会大。这就是你往前带多了，这里往后带多了，就这样。把这个边角点偏宽的，还有这里的几个碎都剪掉。你要做到这个外线从侧面看的时候，没有这些小瑕疵。那发际线比较好的，基本上这里就没有这个步骤。这个面就好了，还要从这个侧面去检查，这样一拉起来不可能会有长度的，这是前后啊。这边做完之后，不要那么早离开这个区域，我们把后面3角堆积的地方剪的比较平切口的地方，这样都点一下。这些切口偏平的地方都要点一下。你这个步骤不做，待会儿吹干这里会有印子，那你就花大量的时间来点吧。这样你干发点的越多的时候，它不是一个还原度特别高的头发。包括有些发际线，你在这个时候可以压住它，这样就往上剪一下都可以。这个面就已经可以了。你剪得好，从湿发的角度看都会很漂亮。没剪的这边，你可以看这边会很重，会垂下来。除了第一片，第2片直接到退化点，因为它头发比较少，不需要往前靠，看到这个切口，尽可能外边缘线录下来，然后直接到边角点，边角，然后切口呢？不是去除啊，要往里面走。你不往里面扣的时候，这个落下来就是一个外面比较短，然后呢下去比较长，垂在这里。最后一片，这前后过渡交叉的地方。剪完之后，同样的把这个边角地方不要在这里有硬线啊，划一下。那这边是剪刀剪过的，所以它比较干净。这样就好了。再去前后，你的角度往后一点，不可能会有明显的长度的。基本上我剪的这个环节，我们所有的结构部分就完成了。当你的结构部分完成的时候，你要从侧面、后面看，整个头型偏圆润的，有流畅度，堆积点不会生硬。只要达到这种情况下，现在在问这款头发要不要用牙剪？
在今天还是可以用压剪，因为这是一个结构，你只需要把这个堆积点的地方，就这个堆积点的地方和耳朵后面这里打一下的话，其余的地方可以空一下。一般正常我们去选择，包括你们点空感受一样，我手里这把是12%左右压的，我一般会在这个底下这里是不打的啊，底下每个换线部位是不打的，在这里呢根部打2下，发尾上点一下。把枕骨点以下做一个这样的步骤，只要你的去发量不大，你去不了多少。靠近边缘的地方要把这个留住，就是靠皮肤一圈都要留住。好了，这样呢就可以把底下的量简单去一下，枕骨点以下，垂直划分。这个表面我也没用压剪，我只是在这两边这里用了一下，和侧边用削刀做的，这里非常自然。比如湿发这里是有齐的，所以我在前面说了，你可以有1指位的误差。这个时候呢，把这个尖的去掉，然后把这里呢做柔，就刚刚好。在湿发的时候不要打外线，你经验不足的就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你湿发把这个外线打得很好，你垂杆这里会缩得很厉害，因为大部分人的耳朵后面都是什么？蓬的，夹的话夹久了都会蓬的，所以现在在湿发上不要打，垂杆之后把这外线做一下就可以了。用牙剪这样切，在客人头自然低的情况下这样切。湿发千万不要打外线，打多了就危险。然后一直点到我们看起来很虚化，然后非常均匀的这种视觉，还要保证外线它这个均匀度、整齐度。你们不要拿剪男发的牙齿来剪女发，打到后面这里可以空掉，一直点就可以了。看是不是剪出来这个远看是齐的，但是它没有阴影过度的，同时它又不能碎，看起来还是有点稀的。当你剪得过长的时候，就不是这种视觉了。把这个发梢一直点到这里是很虚化的一种结果。从侧面去看，阴影过渡的很均匀，这个急不了，除非你的剪发价格特别高，你就是用平点慢慢来做，再去把边角往后去剪，因为它发量有限，你要很小心剪这个地方。比如边角的地方，我们给它发梢再点一点，不需要边角特别长。在湿发的时候，这里是没有打的，是不是这样？就是留着干发来看。有很多设计师他的作品一发出来，就是耳朵后面会空掉，就是因为你的湿发都打过了，直接留着干发来看，把这个耳朵后面落点的地方，也可以选择用剪刀慢慢来点，也可以选择用牙剪打一下让发梢就可以了，特别是这个转角的位置，打完之后呢，看起来比较匀就可以了，而且向前带，把发梢，再把这个落点打一下，好了。如果你想品质再高一点呢，还要把这个外线干嘛呢？用平剪再来收一下，用平剪再来收一下，这样基本上这个外线侧面看就没有问题了。撸起来之后不要凸显哪里特别长，也不要看到哪里特别碎，这个堆积点的地方再用剪刀点下来吧，看起来是一个整体，这样才会像我们我发在群里面那些图片。在这个剪完之后，你的品质如果要高一点，正常还要用手来把这个地方压一下。外线是决定了你的短发的风格，一眼看上去属于什么风格。外线也是决定了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剪工的设计师。外线做的特别细腻的时候，你的作品收费就好收一点。这时候呢，把堆积点的地方点一下就好了。但凡我们在湿发的时候，你的形体宽了一点、硬了一点，这个比例都会有变化，然后堆积点以及呢这个宽度都会能看到。它的发量很少，像这个区域我基本上没有碰牙剪，所以保留比较厚实。就中间这个区域要厚实，发梢简单挑一下。你随便用什么工具，牙剪也可以，剪刀也可以。
要做到这些外线看上去贼舒服，一点都不能有瑕疵，你才能让你的作品在拍的过程中比别人更优化。这个面积好了，你的后面不是比技术了，是比呈现力。你的呈现很好，那就会很好。现在大概多的人，前面这里用发烧点灯打一下就可以了，正常这样夹起来，不觉得哪里多，然后不觉得哪里厚，这样就 OK 了。半边剪完之后，你就可以了，立马拍个照片。但是我可以做到作品的1:1的还原了。这边没有任何问题了，我觉得放下来这种乱的好看，柔和度和圆润度有影响，也就吹干整乱不好看。这边刚刚的第一环节呢，就应该是把外线做好，然后呢再去做它的这些细节，就堆积点这些细节。你不要外线都没剪好，你就去修别的地方，然后把这个位置释放流打的位置，就这个窝窝的地方，大部分人都是这里透。比如说，你可能剪的实在有点不均匀，其实通过后期的这个调亮也可以达到这个。然后把这个外线的地方在湿发是没有打的，就流入的地方，这个时候就可以把它烧，千万不要把自己打空了，这是特别忌讳的一点。然后这个最底下这一层，发烧点一下，要记住一点，就是简单的可以盖在这个地方，都可以用2点打。边角后本，把边角的发烧给点一下。这么少的头发，你就不要逞能用什么泡泡剪不要划，划的话一搓划断掉了。你只有接的，再去把这个外线收得干净点，把小碎发全部剪掉。看这里有点碎了。还有这个对应的这个做不了的地方，等一下。这个发质比较健康，发量比较多，这里都可以用来点。也是我在湿发的时候没有用过。现在就没有问题了。这个就很好弄了，你只需要把顶部稍微点一下，顶部的发梢稍微点一下，刘海的地方稍微打一下就好了。剩下就是表面点一点，刘海自然一下就可以了。你要让客人坐在那里老远，不管是从什么角度看过来，他的外线很舒服，没有这些杂七杂八的，没有这些瑕疵点。对。剩下我就把顶上点一点就好，这里就常规的操作，范围点一下。因为的湿发我已经点过了，我现在只要检查。我不需要花太多的时间在这个结构上面，跟大发片把这个检查一下。如果你没有客人在等你的，也就是说不要点，就用平切口慢慢磨，就是没有客人在等你，你就多花点时间，就不要点，一直用平切口来磨，这样品质会特别高。走一圈。越到这里的越齐，因为顶部这里的放射层次都是平切口。相反，如果他头发粗硬一点，发量多一点，我们的尾巴要放长一点，后面堆积还可以再高一点，这就是变化的过程。它这个如果你把堆积剪高，会很扁。就是不是学一个发型，是你要懂得在临场看不同的素材来去决定。要剪多高的堆积，都是一个方式，它可以剪出很多效果。理论上，这样的头发剪完之后吹一点大的弧度，它是偏韩系这种质感，不是要做这种纹理啊，做造型把它蓬起来，看起来像日系的，不是的，是偏韩系这种呈现结果，有质感。把边角这个上方位拉出来，点一下，就这一块够了。
差不多了。这边这里也是一样，边角的上方，剩下的就留给大家。这点发上的内部，斜的话不支持点对末稍微点1/3，打个2-3片，让它这里更轻一点，不要显得一看就知道那里有一个厚薄过渡的地方。8%，这样这里是不是很匀了？够了。然后边角，你去看边角，其实夹起来是差不多的，就可以了。你要看见夹起来之后，边角跟这个厚度差不多，虚化的感觉。这里一般是厚一点点的地方，这一步做完之后就结束了。可以了，上面这个，你看我现在看到这个面就厚薄度很轻很透，是不是？比如说自然吹干的情况下，它头低下来的感觉就可以了。就是把刘海这样斜的话，跟这个发梢挑出来，不要用剪刀剪了，这里剪就容易断层。当然头发多了你可以剪，我要让这里透透的，就看在这里是透的，利用它本身发量不多的一个特点，再把边角的上方这里这样拉一片起来，就是边角这里。好了，要是你的作品表现力比较好，就把这个分界线的地方，哎，我都是用最小的风吹的，用分界线的地方把它涂松点，这样拍摄的时候比较好拍，这样一抓就可以了。我都不用擦东西，吹完之后还用大风把它抖干，它抖乱，感觉那种活的。这样就可以了。你要是会做造型的话，看好了，烫一点微卷这样，这个就看你的手有没有美感。你看这样一吹，日系的味道就出来了，慵懒感，是不是？你一个作品可以拍很多种感觉，你不需要会太多，是不是偏日系的味道？有人会做造型，一个零天吗？绕一下，绕一下，啊，拔一点出来。你只要会呈现两个结果，一个是刚刚那种顺眼的感觉，一个是这样。你给年轻人看要看这种慵懒感，你给有点成熟的客人要看这种刚刚夹起来的顺眼，是不是啊？